大家早上好，今天的天气啊又很好啊，阳光明媚的。为什么总说天气呢？因为俄勒冈的好天气啊，一年真的不是特别多，就是这个地方雾比较多，雨比较多。那有很多美剧呢，都是在俄勒冈的海滩上拍的这些电影和美剧呢，都是描绘一些阴郁的天气啊，迷雾重重的海滩啊，然后没有什么人烟，所以导致大家啊对俄勒冈是有一种刻板印象的。俄勒冈至今都让我们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啊，就是我们10年前在这个海滩上发生的一件故事，直到今天我们都难以忘怀。所以今天呢，我准备让 Melody 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10年前在俄勒冈发生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让我们刻骨铭心，直到今天还有证据显示我是刻骨铭心的。好，我们出发。我们来到了卡农海滩啊，就是那个加农炮的那个加农啊，就是俄勒冈的标志啊，很多那个画报上宣传俄勒冈就是这个卡农海滩，就在那个后面。这个图呢，为什么要停留呢？这图我主要想介绍一下俄勒冈海岸呢，为什么没有特大城市啊？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海滩与陆地呢是比较平坦的，它是有非常大的海啸风险，你看这个图就介绍了一个在卡农海滩附近就可以逃生去往高处的一些路径。对，我们营地周围还有边上的路牌都有这样的标志。这个就是有海啸警报的时候，就是指引大家往高处走的。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成为海啸的高发地或者高危险地呢？有一个叫卡迪凯斯亚隐没带的在威胁着这个整个俄勒冈海岸线，上包括加拿大的温哥华岛，下包括北加州。这个隐没带什么意思呢？就是海里的海床一个陆地的板壳和大陆的板壳刚刚好在这儿交汇，然后这个海里的海床呢一直在插入在大陆的板块下，所以每年据说他们以3厘米到4厘米的速度一直在从海里边往陆地底下插。因为原因呢是海里的这个海床的密度大，因为上面是海水，所以它压着这个陆地一直往这个大陆底下钻，所以呢如果说钻的不丝滑，那就会出现地震。那历史上呢1960几年的时候，包括日本海啸地震都曾经影响到过俄勒冈，都有损失。所以不是说没有历史，确实有历史。因为我们温哥华呢，最主要前面呢有一个温哥华岛，所以才到温哥华，相对而言你说的太对了，整个西北呢就2个大城市啊，那如果海边的不算波特兰的话，就是西雅图和温哥华。对，西雅图和温哥华是一样的优势，他们都不是紧邻着外海，没错，都是在内海里。他们在这个沿岸的这个大城市前面都有岛，会减缓这个海啸的波浪。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听到明显的海浪声音，而我们在温哥华和西雅图根本听不到，因为那是内海。没错，没有这么大的浪。对，所以即便来了海啸也很难到达那2个大城市。对。跟大家说呀，要让 Melody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到这个俄勒冈海滩上啊，每每都会想起的一个自己10年前的故事。今天早上还跟 Melody 又回忆了一下，每次都会回忆一下啊，真的是刻骨铭心。你还记得10年前的故事吧？记得10年前的10月初，我们也是来到了这一片海滩，但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啊，也是这一片连绵的海滩。在那头靠近华盛顿州的那一头，对，大概是10月初，那个时候已经略有凉意了。到了酒店的大堂，发现壁炉都开着。所以当时我们对这个地方呢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地方可能相对于我们温哥华居住的地方，温度大概要差个4、5度左右。10年前是我们第一次美国自驾旅行，所以对俄勒冈州啊，对华盛顿州啊，还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概念。就觉得这个连绵的海滩啊，太吸引我们了。这个海滩上啊，这个层层迷雾，风啊推着这个海沙啊，一层一层往前走。对，而且海滩上人也很少，车也很少，所以就是我们特别享受啊，特别是当时从中国过来，一般海滩上都像下饺子一样，只有海鸥和零星的1、2个车，加上我们。所以我们比较忘我的，就开着我们的轿车。最重要是看见有一辆车呀，在这个海滩上呀，
奔驰啊，奔驰，对，感觉真爽啊。然后开着那个震耳欲聋的音乐。我说我们也疯狂一把吧，那就疯狂一把，我们也潇洒一把啊，就潇洒一下，也进去了。对，当时那个海滩是可以车开进去的，对，可以的。对，它有些海滩呢是专门可以车就是开放可以开进去。对，当时那个车呢并不是现在的皮卡，只是一辆普通的轿车。普通的轿车。开着开着呢，这 Melody 就想拍照片呀，毕竟是10年前，所以我们的拍照的设备呢都比较 low。对，是的。所以呢，就是对于稳定性有很高的要求。对，他开着车，然后我拍这个海滩和海鸥，感觉镜头特别陡啊，在海滩里追海鸥啊，这感觉多好呀！对。但是呢，拍起来比较陡，那怎么办呢？Melody说你停一下，你停一下。对，你停一下啊。我说不能停，不能停。但是我没有细说啊，为什么不能停？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了，在这种地方不能够开慢了。这跟开雪地里的道路是一样的经验，就是不能够开慢了，甚至是不能停。停下来就再也走不了了。对，然后呢，车停下来了，镜头是平稳了，然后车也走不了了，车深深地陷在了这个沙滩的那个这样漫长无际的海滩呀，对，没有人啊，一个人那个一辆车都没有。迷雾中啊，就是既没有人也没有车。刚才看着比较潇洒的皮卡，就是开着音乐把我们吸引过来的车也不见掉了。对。哦，这是太慌乱了，一下就懵了，一下子就愣了。因为我们呢，为了追求拍摄的效果，把车开到离那浪边啊特别近的地方。是的。如果那浪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或者是一涨潮，那这车就直接就因为凯文当时非常非常担心涨潮，他当时已经做了预案，跟我讲，要不行就把轿车上的东西往下搬吧。尝试了前进、后退，包括Melody 下车推这些都尝试了，没有无果之后，我说那把行李往下搬吧。对，一个呢是减轻车里的重量，再尝试一下能不能走。另外一个，万一浪打过来或者潮水过来的话，我们就算车不要了，把行李也留住了，能留点是点。因为那是美国第一次自驾游，车上还有我们很多的行李衣物。对啊，重要的一些拍摄设备。对，那会儿流行玩单反相机，对于那会儿来讲，我那相机就将近2万块钱。然后我们俩就下车，准备开始上车，准备开始理东西啊，往车下搬。就在这个时候啊，Melody 形容就叫天降神兵。对，天降神兵，就是迷雾中啊，来了一辆皮卡，一望无际的海滩上没有人啊，就隐隐的驶过来一辆车。一辆皮卡。一辆皮卡。我们正想寻求帮助的时候，就看他一直冲着我们开过来了。对，就在我们小轿车的边上停了下来。竟然这辆车呀，还有拖拽的设备。对，它就是一个救援车。其实啊，就是来了一个普通的车，他拿我也没办法，也救不了我，因为我车上没有绳子。对，没有挂钩，没有绳子，既没有挂钩，也没有绳子，对，怎么拉我没有办法。巧了，这车上什么设备都有，都是专业的，对，直接就给我蹬着就薅出来了。车上一男一女啊。对，但是这男和女啊，既没穿工作服，也没有什么标志。对，他们是生活的。我们始终不知道他是政府的、公共的志愿者，还是就是普通百姓，一概不知。对，就天降神兵，从迷雾里开了一辆皮卡过来。我们准备挥手拦截这辆皮卡的时候，他径直停到了我们这个小轿车边上。哇塞，我们什么话都没说，他下车一男一女，左右驾驶室下来之后，二话没说就开始动手，问了一句就开始动手了。对因为时间比较紧迫嘛，那在那浪边上呀。紧迫到他连接那个绳子的时候，手弄破了，手都给划破了。对，你想，作为他来讲，他能把手都给划破了，就是他也是比较着急，因为我们的车离开海浪特别的近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啊！3下5除2就给我蹬出来了。对，把我们脱离了危险地之后，我们那时候并没有做视频的这个概念，激动啊！对，我然后抱着那个女的，好好的抱了一下，突然之间。觉得下意识觉得应该和这些救命恩人拍张照片，合了一个影。所以我当时和这个一男一女合了一张影就是10年前，他在非常及时的情况下出现了，因为连绵的海滩这么的长，真是救命车就算是政府派的救援兵，猴子派来的救兵，对，他也不能知道我们在哪，因为俄勒冈它这个迷雾重重，他现在看到这个身后，身后也是有非常浓的迷雾，而且今天还是大晴天，是啊，平时的俄勒冈就是笼罩在
雾中的。如果你它就是离开我们不足多少米，你也看不见我们这辆车。而且我们那个不是像这样的标志性海滩，对，因为是可以车进去的嘛，对，相对比较野，比较野性的，比较隐蔽的，半天都看不见一个人，就整个海滩一望无际，看不见人了。还有俄勒冈就是这样，就是最坏的可能性，我们当时脑海里浮现了很多很多遍。但是就是这么幸运啊！当然我希望这么幸运能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也是我们旅行这么多年旅行过程中最大的一次危险。我觉得最急迫的一次。就是这片海滩，我们的小破车陷进去了。这个沙还真是不错。就是今天下雨了，这沙我觉得和不和下不下雨没关系，这沙就是容易陷。沙就是软啊，就是软。就在它隔壁头。就是下完雨之后，这个颜色给你的感觉好像是很硬的，是土，但不是。给你一种错觉，不是土，应该平时都是白沙。下河。事后呢 ，Kevin 也和我总结了一下经验，就是说我们当时最主要呢是俄勒冈这个天呢，它晴天很少，所以它下过雨之后呢，这个海滩的这个沙土的颜色呢比较接近于土地的颜色，是让我们误认为这个比较坚硬、比较硬实，但是它本质上还是沙滩。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完全误解了这个沙滩的这个松硬度啊。主要是人生地不熟，就是一到人生地不熟，为什么我们后面这么谨慎啊？对，你看有人可能注意到我前几天的视频啊，前一段时间从温哥华到西雅图的时候，我至今还带着脱困板呢。对，因为我们要来海滩，我都带着脱困板。自此每次来海滩，我们都会带着脱困板。因为就这个感觉噩梦一般的事儿啊，心有余悸啊。对，还有一个Kevin给我总结的第二个经验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沙滩上行驶。如果我们并不是山地胎或者全地形胎，对，就是你不能停车，你以慢速的这个节奏往前开，说不定还不会陷进去，啊！但是呢，我让 Kevin 停下了，因为我想拍无抖动的视频和照片，这个呢就是犯了致命的一个错误啊。所以呢，从此以后我就对这个皮卡呢心有崇拜。对。我们呢，这个记忆呢，一直留到了现在。然后夏天来到俄勒冈，每次来到俄勒冈的海边，都会想起那一次的旅行经历。那次旅行经历呢，既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经验、一些教训，也留给了我们很好的回忆。是，不知道是上天眷顾，还是美国人民的友好和热情，对，拯救了我们。对啊，所以说国家、人民和执政党这是两码事情，所以我们还是乐意来美国旅行，来美国购买东西。对，所以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我们并不知道别人经历了什么，别人也并不知道我们经历过什么。你想想看，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这样的，就是在某地旅行，吸引你去上这个厕所，对，然后你车开进去就陷进了，对，旁边就是救援队。啊，你一救援跟你要多少钱？一开口2000、3000，是的，就这样宰你啊！对对。比起这样的事儿来讲，我觉得就是那美国人民已经是非常善良。对，又善良又勇敢，而且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我还是一直讲，就是天降神兵啊！可能他是志愿者，知道这个沙滩上有很多游客会陷进去，也有可能是政府派的值班的人，不管他是以什么角色出现。他在我们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拯救了我们，对而且是二话没说，不计报酬啊，什么话也不讲就开始开干啊，是，并不我们聊天啊，你们是那个受困了吗？哎，你们要拖吗？你们要拉吗？就是这样啊，对，没有一句闲话。当时我们外语水平也比较差，其实没有办法进行深层次的沟通。对，我就是拥抱那个女的，可能是他老婆，也有可能是他的那个。反正现在想起这个事儿啊，我都觉得真的是蛮激动的啊，对，一件事。所以现在因为我们开始拍 YouTube 了，就是来到俄勒冈的海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经历分享给大家。对，就是热情友好的人民，这个才是最最根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本质。对，大家很多时候啊，对一个国家的印象啊，都是从新闻里，对吧？真正不是从生活中，对，是的，真正从生活中能够体现的这些人民啊，跟电视中某些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印象是不一样。对对，是的啊，真正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啊，碰到点什么事儿了，会改变一个人对这个国家或者对这个地方的人的这种印象。对，是的。
当然最后也是预祝大家旅行中要注意安全。像我们踩过的这个坑，也大家一定要避免。Melody 刚才又体验了一把，你以为是沙滩啊，但是瞬间就会被淹没啊。对，是的，这种感觉啊。如果碰上涨潮，这就是灭顶之灾了啊。最重要就是它这个海滩啊，我印象中啊，斯里兰卡那海滩啊，它那沙滩啊，这坡度特别高，因为什么浪太大了。可是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啊，长长漫长的这个沙滩特别平整。对，而沙又细，又紧实又软。就是远处我们看过来啊，以为这是土地，就是你有一种误解，它特别的紧，特别的硬，其实不是的啊。所以这个沙滩呢，就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镜像的感觉啊。对，全是倒影。水啊，但敢涨出10厘米，海滩上已经上很近了啊。顺便说一下，这个叫甘草垛岩石。我们来 Safeway 补点货，就在营地门口。看看对面这个冲浪板，这个新旧程度一看就是老手啊。什么东西啊？冲浪板。哦，来，俄勒冈大英雄。对，随便补点东西。对面星巴克喝的咖啡，基本上我们一天的行程就是这么悠闲。营地旁边有一个小奥特莱斯，随便来走走。今天大夏天，高温警报，我们就是在太阳下暴晒。旅游促进经济发展呀。对，有买没买，大家买点。动起来嘛，才会花钱啊。对，在一个携程卖鞋子的。Kevin 呢，到那个会员中心去了。我们家小狗呢，就在门口默默的等待，忠心耿耿啊。世界上不能没有小狗啊！所以，叫了一声，回复了我一下，又去等了。我们小狗又开始等饭吃了。宗一呀，又在等饭饭了是吧？你看我后边这家，它的这个活动多丰富，带了几个冲浪板，还是桨板，自行车一堆啊，这个就是标准北美露营的生活啊。我今天穿的稍微多点，可能不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人啊，都理解不了这个盛夏期间。在8月份，你看我后边的人还在烤火，生了篝火烤火。晚上出来遛狗呢，我得多穿点，否则呢就会感觉非常凉。今天啊，营地里啊，因为是周末的原因啊，所以各家都是聚会的方式比较多一些，然后都在生篝火，俩人小篝火啊，生的多好啊！